现在呢，已经到了9月份啊。根据呢这个网上流传的这个说法啊，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，多地的二手房强势回暖，这个二手房的交易量又上去了。好像很多人在这1-2年的时间呢，并没有过多的去关注二手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二手房给大家的第一个印象呢，就是说，第一，价格比较高；第二呢，整体的小区质量呢比不上新房。而这1-2年呢，大家关注最多的，或者说购买最多的呢，也就是新房。毕竟呢，新房有这么多利好的政策，比如说我们首套房的利率已经降低，而且呢，都是开发商呢建的新房子，质量啊、绿化呀、设计啊各方面都比二手房强很多。所以呢，没有去关注这个二手房。但是现在二手房的这个销量又比新房好多了。那么之前呢，我们也讲过，决定市场价格的呢，从来不是新房，而是二手房。那么这一次在8月份，多地的二手房啊，成交量上去了，是不是意味着马上这个房价就又要上涨呢？今天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。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，都可以呢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讲一点，为什么现在二手房的这个交易量上去了？很多人认为的是呢，就是说我们的房子啊，从2021年进行调控，2022年呢又全面的放开。那么在这一紧一松的调控下呢，很多老百姓还是不愿意买房，对吧？尤其是在今年这么好的利好政策，还是呢大部分人选择这个观望，交易量呢并没有出现这个预期的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结果。那么是不是就是现在已经到了最低的那个点，那么马上呢就会强势的反弹？那我们就说呢，这个房子对吧，有涨有跌。以前呢就是过去20年不断的涨，现在呢就是说房子变得有价无市，大家的购买量少了，而且呢很多地方的房价已经回到了3年前的水平。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新的一轮涨价又要开始呢？其实并不是这个道理啊。那我们要分析为什么现在二手房这个交易量上去了啊，有3个方面的原因。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呢，就是说现在呢这个老旧小区全部改造好了，还记得吗？之前我们对于老旧小区，只要是城市化率在，那我们采取的一个策略呢，就是说直接把老小区拆掉，对吧？然后呢给你货币补偿啊，你拿到钱以后你花掉也可以，然后呢你重新买房子也可以。总之这块地呢就马上被推平了以后，建起了新房子。但是呢从这个2020年开始啊，老旧小区就不再是拆迁了，而是呢进行改造啊。这个改造呢，相信大家都知道啊，一般呢就是说呢把这个绿化重新弄一下，把这个管道重新安排一下啊，增加这个停车位，有的呢就是开放小区变成封闭小区等等等等，从而呢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以及呢我们的整体生活环境。那还是那句话呀，为什么很多老房子的价格都要比新房高呢？就是因为这里面呢有一个核心的关键啊，很多老的二手房它占据了一个城市的最核心的位置。我们说买房子买的是什么？买的是地段，对吧？也有很多人呢喜欢买新房，买了新房以后呢，却发现啊开发商欺骗了你。也就是说啊，开发商之前告诉你啊，你在这里买了新房，未来的2到3年，对吧？这里呢周边的配套全部会起来，有商业配套啊，还有啊各种交通啊等等等等啊。总之呢，就是这里呢未来的潜力很大。结果呢，你发现啊，当开发商撤走了以后，你周边所谓给你承诺的这些配套全部没有建起来。那到最后怎么办呢？只能够劝你身边的朋友不要去买新房，转而呢去买现在的这个一些配套比较齐全、位置比较好的二手房。那么还有第二点呢，就是我们所谓的政策利好啊。之前呢我们说到这个新房，对于这个新房呢，因为有这个土地财政收入，所以呢是大力的扶持去发展这个新房。开发商呢建房子也迎合呢这个大部分人购房的心理。我们说在2017年到2018年以后啊，人们买的最多的呢还是新房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边存在一个改善住房的需求啊。之前的房子呢可能住了10几年，我们渐渐的发现了它的缺点，那我们就把以前的房子卖掉，转而去买新小区。而且呢这个你去买新房，这2年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各种利好的政策，对吧？如果你的首付不够，30%给你降到20%，甚至呢是10%，
如果呢你是人才购房呢，会给你大量的补贴。如果呢你有户口限制呢，想迁户口过来呢，现在把这个户口的限制给取消掉，对吧？最主要的是呢，还是你买首套房这个贷款利率啊，我从之前的6点多降到4点多啊，再降到了将近4.1啊，快赶上公积金的贷款利率了。那么这一切呢，都是新房上面的利好政策，很多人呢就愿意去买新房啊。但是现在二手房的利好政策也出来了啊！前段时间大家知道吗？这个二手房的政策呢，就是说以前呢很多人买了这个二手房，但是呢我身背着贷款，想买第二套房子呢，又怕这个利率很高啊。现在很多地方就出台，你第一套房子贷款没还清没有关系，买第二套房子的话，仍然视为你第一套房子的贷款价格以及利率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很多人就愿意呢去买二手房。毕竟呢，我们知道，如果在以前呢，我们去买第二套二手房的话呢，这个利率会相应的增加10%到30%，而且呢，首付从30%呢变成了60%。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讲呢，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公积金也放开了限制。我们一直知道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公积金虽然利率很低，但是呢，它有一个贷款额度的限制，也就意味着呢，我们在买二手房的时候，这个首付会很高。但是现在呢，很多这个2、3线城市把这个公积金贷款的额度给放开了从原来的30万、40万变成了50万、80万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很多人一下子首付就够了。以前看好的二手房，现在呢也能够下手去买了。而且呢，很多新房是使用不了公积金贷款的，因为呢土地被抵押的问题。那这个呢，我在之前的视频也讲过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翻看我以前的视频。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呢，就是新房的质量问题了。上半年的时候呢，我们出现了烂尾楼停贷的事件啊，这个事情呢就发生在这个新房上面啊。新房呢现在搞不好呢，慢慢的就成了烂尾楼。而且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近1-2年来呢，很多业主反映新房的质量有问题。比如说呢，装修好的房子，突然呢这个外面下雨的时候，家里面呢也跟着渗水。还有呢，就是买了地下车位，结果呢一下雨这个水呢倒灌到地下车库里面，直接呢把车位上的车给淹掉的。还有呢是当时在开发商这里呢买了商铺，承诺的挺好，结果呢只要一下雨，这个商铺呢就大量的被水淹了，这些质量问题呢得不到解决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质量问题呢？就是因为开发商在过去的这几年里挣的利润也挺多，所以呢几乎呢就是割韭菜，房屋的质量呢建得很一般自从2020年以后呢，给了开发商3道红线以后呢，开发商也不再嚣张了，但是呢历史遗留的质量问题仍然存在，所以老百姓害怕了。因为呢，从最开始买新房的时候呢，就不知道这个房子到最后能不能顺利的交到自己的手上。以前呢，还可能信任这个大开发商，觉得他们有实力。结果现在发现呢，很多大的开发商债务呢已经很高了，撑不住了，都快要爆雷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很多人就不再相信新房，转而呢去买二手房。二手房呢，首先说一点，税费呢有优势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你只需要找一个靠谱的中介，把这个房子的真实性核实了，那基本上呢就没有问题。最起码的是呢，就是说我们买到了这个房子，我们呢能够拿到房子，我们是见得到的，不像新房买了以后有可能会出现，或者说大概率会出现烂尾的事儿。那么这也就是呢，我们在8月份看到多地的二手房强势回暖的一个原因。那很多人讲，这个房价会不会再继续涨下去呢？我觉得没有这个可能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要进行一个分析。首先第一点就是说，房住不炒呢是主基调，对吧？我们的主基调没变，那么就意味着你不可能再出现大涨甚至房价翻倍的现象。第二呢，就是说这些二手房的强势买卖呢，是因为之前这1-2年的时间，二手房的成交量并不是很高，而且呢这2年二手房的这个价格也在不断的下滑，到了一定的时候。但是呢，我们的人口或者说某一个城市的人口，并没有呢在短时间内大量的
增加。我们现在这个成交的这一些买家呢，还是以前观望的，或者说呢没有凑够首付的。现在呢有这么好的利好政策被释放出来的这个购房者，并不是说呢有炒房团队的存在，在现有的大环境下没有任何的波动，那房价怎么可能涨呢？而且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，很多炒房客之前被套牢了，好不容易现在呢二手房交易量上去了，那你觉得他是会卖高价还是会卖低价呢？这个答案呢就太明显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